陆公子，东西拿到就赶紧走吧。我一个待嫁之女，和小叔子说话与理不合。穗穗，你真的对那个陆大人一见钟情啊？我刚刚故意气陆恒的，这你也信啊？那你还答应嫁给他？我希望你能和心爱之人共度一生。故事的核心是身为清流之首沈家嫡女的沈穗安，她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，主动退掉与镇国公府嫡子陆恒的婚约，转而选择嫁给陆恒的叔叔兄长，那位传闻中铁面无私、混不吝的正三品指挥使陆渊。表面看去，这像是一场自毁前程的豪赌，连他的侍女都疑惑不解，别家姑娘都恨不得离陆大人远远的。然而，沈穗安的智慧与远见正在于此，她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在下一盘清醒无比的大棋。她对闺蜜道出真实心声：2年后陆渊就会去世，我不就成为一个既有权势又有钱的寡妇？她看中的正是陆渊足够短命。这并非诅咒，而是一种在封建礼教压迫下为自己争取终极自由的巧妙策略。她要以一场短暂的婚姻换取一生的逍遥。她梦想着走遍山河，去看世间烟火，这远比一辈子困在后宅当幽怨妇人强得多。然而，随着剧情展开，我们逐渐发现，这场交易的真相远不止于此。沈穗安对陆渊说：“我唯一的要求是，日后你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庇佑沈家。”一句记得前世的 cryptic 对白，暗示他或许拥有前世的记忆，知晓家族将因陆渊的调查而遭难，因此他的嫁入既是自救，也是一部为家族寻求最强庇护的深谋远虑。而这场婚约的男主角陆渊，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，他是家族中的异类，被父亲视为白眼狼，与家族关系紧张。他行事肆意无度，却能凭自身本事成为圣上面前的大红人。他会半夜爬墙与沈穗安对峙，也会在暗处聆听他一见钟情的戏谑之言。他看似冷漠，却为聘礼反反复复对过3遍，甚至请动当今圣上的叔叔景昭老王爷保媒，公然与家族势力抗衡。他对沈穗安说，女孩子太过聪明，可不太可爱，言语间却带着欣赏与默契。这2个聪明人，一个为自由，一个为势力，从一场心照不宣的互利合作开始，逐渐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。与此同时，退婚的陆恒与其卖酒女情人宋氏，以及被赐婚的广宁公主，构成了复杂的多角关系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。陆国公府试图用薄聘羞辱庶子，却反被陆渊用更丰厚的聘礼单打脸，彰显了新旧势力的激烈碰撞。你在等我？我在翘首以盼，等着嫁给陆大人啊。少爷，这大半夜的爬墙，会不会被打出来啊？沈家拦着不让见人，只能出此下策。看来今夜爬墙的不止我一人。扶上去，快！嘘，别说话。扶我上去！哎，别说话！陆恒，止步！陆公子半夜爬墙，所为何事？穗穗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保证除了你以外，绝不会再有其他的女人。你能不能消消气啊？陆恒，你能不能别恶心我？我和陆大人的婚约已成定数，多说无益。只要你还愿意选择嫁我，我们的婚约就还作数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穗穗，算我求你了，能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啊？我说过了，我们恩断义绝，再不走，休怪我让府中家丁赶你走。你当真要如此无情吗？陆渊从小就不被父亲喜欢，行事更是肆意无度，他哪里比得过我？他哪儿都比你好。你，沈穗安！少爷，你怎么样？小的送您去医馆。我又救了你一次，沈姑娘打算如何谢我？我人都是你的了，还想怎么谢？陆指挥使半夜来找我，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？陆指挥使位高权重，婚事更是关乎朝中局势，所以你迟迟未娶亲。而我的祖父身为纯臣，现在更是退出朝堂，与你结亲刚好合适，皇上一定会同意赐婚，对吗？女孩子太过聪明，可不太可爱。世道对女子多有苛刻，我无法一辈子不婚不嫁。比起其他人，我更愿意嫁给你，因为你足够短命。记得前世祖父的学生被陆渊查出贪污，甚至拍咬到祖父身上，祖父因此被气病，这辈子要早做打算。我唯一的要求是，日后你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庇佑沈家。我答应你，我来教你用剑。姑娘，自从你与陆公子退婚以后，
人是越来越开心了。木姐，你姑娘我这叫远离烂人，犹如新生。可不请沈小姐喝杯酒。沈姑娘，尝尝我这新酿的桂花酒，味道有些寡淡，不过在民间也算是好酒。沈姑娘，你说你是何苦闹这么一通呢？我从来没有肖想主母的位置，你好好引我进门，陆家未来的镇国公夫人依旧是你，不比嫁给一个庶子，还是京都有名的魂不吝要好。陆恒已经答应娶你进门了？还未曾，不过很快了。他说等风头过去，会引我进门做平妻。那看来你等不到这个机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看来宋小娘子的消息不够灵通啊。哎，宋小娘子，等日后陆二公子若成了驸马，你这春不晚还开吗？虽说陆二公子和沈家嫡女的婚事黄了，但皇上竟然把广宁公主赐婚给了陆二公子。那可是皇上最喜欢的公主。不过听说她无法无天，刁蛮任性，万不会允许丈夫和别的女人有染。宋小娘子，我看啊，你还是早做打算吧。是你做的，恭喜你啊！翻过一座山，还有更高的山，继续努力。我们少爷说了，以后春不晚的酒不用再往镇国公府送了。爹，老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皇家赐婚不是好事吗？妇人之见，一旦成为驸马，他的仕途就绝路了。来人，去把陆言给我找来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陆家败落。陆老头儿，你找我啊？孽子，进门也不向我和你母亲问好，你的规矩呢？这不是从小没人教，少废话，找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早就和沈穗安有私情？徐老夫人寿宴上是你特意出现帮助沈穗安的吧？嗨，你们一大家子人欺负一小姑娘，还不让人说两句公道话吗？行了，沈家原本定的是你弟弟，如今婚事落在你头上，以后别忘了，你出自镇国公府。你不是要和我断绝关系吗，陆老头儿？你好歹也是一方朝廷大员，可做不出见利忘义、两面三刀、趋炎附势、狼心狗肺的事吧？你，不好意思，学识浅薄，成语用的有点乱啊。镇抚司还有差事，我先走了。老爷，我早就说了，这魂不吝的根本靠不住，干脆把他吩咐令过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这个孽子真以为得皇上看中就高枕无忧了？他的婚事你来操办，把聘礼去拨几份，让他看看，离了家族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哼，是老爷，妾身一定好好操持。穗穗，你这是从哪里找的师傅啊？这才短短几天，竟然学会了如此精妙的剑招。几日不见，剑术倒是大有长进。这把剑送的也是时候。这不是我们的驸马爷吗？婚都退了，还来干什么？我是来归还定亲时的信物的。木姐，把陆公子的信物取来。是，姑娘。穗穗，我始终不明白，你为何会突然选择嫁给我大哥？论官职，陆大人是3品，而你是6品。论长相，陆大人的长相在京都可是独一份了，对着那样一张脸，每天睡醒都开心。我大哥也有两房妾室，你容不下我和素姑娘来往，可怎么能容忍我大哥有妾室？原来陆渊已有2房妾室，那正好，不然一心等着守寡，还多少有些愧疚。因为我对陆大哥一见钟情啊，只要能嫁给他，别说是有2房妾室，就是让我给他纳妾，我也甘之如饴。你，大人，您听到了吗？原来沈姑娘对您一见钟情啊！你主子我耳朵不聋。那既然沈姑娘对您情深似海，您要不要和她解释一下，您那2个妾室其实……
你和我订婚多年，就无半点情分。不过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哪来什么情分可说？姑娘，雪来了。陆公子，东西拿到就赶紧走吧。我一个待嫁之女，和小叔子说话与理不合。穗穗，你真的对那个陆大人一见钟情啊？我刚刚故意气陆恒的，这你也信啊？那你还答应嫁给他？我希望你能和心爱之人共度一生。李儿，我不会再有心爱之人了，不用为我担心。这门亲事挺好的，陆渊看起来就活不长久，等他死后，我就可以拿着大笔的嫁妆过逍遥自在的日子。我要走遍山河，去看世间烟火，总比一辈子困在后宅当幽怨妇人强得多。那样啊，才算真正自由自在的生活。那我也要去，跟你一起，一辈子一起。不给你一起，我才不带你，不带你就不带你。大人，还送吗？等本大人死了再走。这里怎么有把剑啊？是陆渊送来的，他来了多久？这把剑看起来不错，送给我吧，穗穗，我也想学剑术，和你一起仗剑走天涯。这个软剑不适合初学者，回头我送你一把更好的。好吧。走。沈老夫人，这是陆家给沈姑娘的聘礼，请您过目。这就是你们准备的聘礼？你们堂堂的陆国公府，这聘礼单敢拿出去让众人看上一眼吗？哎呦，老夫人，我也知道是委屈了沈姑娘，可是陆渊只是个庶子，我已经是按照陆家的规矩给了最高的聘礼单了。我们恒哥要娶的是广宁公主，总不能让一个庶子娶亲越过公主。老夫人，您说是吧？你们陆家如果想要拿聘礼来羞辱沈家，那就让陆国公亲自来说清楚。我们沈家的姑娘，可不是谁说欺负就能欺负得了的。老夫人，您这样就是故意为难人了。沈家和陆家的婚约可是圣上赐婚，您这样说传到圣上耳朵里，怕是不好吧？启禀老夫人，景昭老王爷来了，还有陆指挥使。景昭老王爷，他可是当今圣上唯一的叔叔，他怎么会来？陆渊，你怎么会来？有劳陆夫人，不过皇上已经请老王爷为我保媒，至于聘礼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沈老夫人，这小子把聘礼单放在本王这里了，您再看一眼，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本王再给添一天。老王爷，这个没拿错吧？怎么会呢？这臭小子反反复复对过3遍，生怕还不够。陆夫人，你们陆家今日送了2份聘礼单子，老身该收谁的呢？